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的视频呢，我想填一个之前的坑啊，就是我之前有一期视频里介绍过，我自己是在工作几年以后，在美国这边读了一个 MBA， 后来实现了一个职业上的提升和转变吧。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的网友呢私信我呀，然后包括留言呢，就是说能不能让我多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情。那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来给大家对比一下一般的研究生项目，也就是 Master 和 MBA， 这个翻译过来应该叫工商管理硕士啊，这两种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优劣势都有什么？那首先呢，咱们从这个项目的录取要求、申请要求来讲吧。第一个主要的不同呢，就是 MBA 会要求一定要有工作经验，而且平均年龄呢，基本是在27岁到28岁入学。也就是如果你22岁本科毕业，或者是23岁啊之类的，一般都会要求你有4到5年的工作经验，这是一个平均值。那比较少的人呢，可能2、3年的工作经验；比较长的人呢，可能是7、8年的工作经验，这反正是一个范围啊。那相应的呢，研究生项目也就是一般的 Master， 它是不太会对这个工作经验有要求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本科毕业就直接去读了研究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工作了1年以后才会选择去读。因为研究生项目吧，一般会被看成是一个本科项目的延续，就是研究生的专业和本科的专业是相接或者是对口的，这种选择会比较多。但是呢，像 MBA 它对你本科的专业是完全没有要求的，因为所有的人进入 MBA 这个 track 以后呢，都会想要实现一个比如说职业上的转化呀，或者是职业上的提升啊。而且呢 MBA 它非常的注重这个学生的 diversify， 就是学生一定要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领域，所以呢它绝对不会单一选择某一个背景的这个申请者，一定会选择说每一个行业里面最好都有一些人。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对于工作经验呀，对于本科的背景的这种要求上的区别呢？其实它和这个项目的课程设置也是相关的。比如研究生项目呢，像我说的，它一般是本科的延续，所以它上课的形式呢，大多数都还是说大家坐在下面，然后听老师讲，然后讲一些不管是理论知识啊，还是说讲一些案例知识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可能同学跟着做笔记啊，然后做作业啊，考试。就是可能模式跟上本科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的，主要还是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然后你加深你的研究，加深你的学习。但是呢 MBA 的项目它非常注重培养出来的这个人将来能不能够在社会上成为一个 leader， 它只是说这个是一个 MBA 的理念，因为它的核心词汇是 management 嘛，就是他会希望能够培养出来能够在行业中成为精英、成为管理者这样子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方向来讲呢，那 MBA 的课程设置就比较的注重商业案例分析啊，然后比较注重课堂上的互动，就是老师一般会提前安排很多很多的阅读材料，然后呢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要求你先自己看明白，然后可能对于老师要讲的案例有一定的想法，然后上课的时候呢，老师是会引导着大家一起去讨论，一起去发言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MBA 的学校会认为，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话，你对于一些商业案例和商业分析吧，你是很难做到比较深入的。而且呢，他也不希望大家都来自于同样的一个背景，因为你都来自于同样一个背景，你看问题的角度就会很相似。他希望大家能够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国家，有过不同的人生经历，所以在你们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上课的时候呢，才会发生这个所谓的思维的碰撞、思维上的火花。所以从这个方向就能看出来呢 ，MBA 和研究生项目在挑选这个申请者的时候呢，它侧重就是会有不同，然后它的要求也是会有不同。那第二个比较主要的不同呢，就是在挑选学校的时候，你应该考虑的侧重是不一样的。那研究生项目呢，我觉得排名远远没有地理位置来的重要。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可能是因为我身处纽约，所以我见到了很多实例，就是这种可能本身读的学校并没有多么的好，并没有多么的出名，并不是说所有在纽约的人读的都是哥大呀、纽约大学，就是
是 NYU 和 Columbia， 不是这样的，有非常非常多纽约各种各样的小型的学校哈，或者是学院啊，就是 college 一类的，有很多人是从这些学校的研究生项目毕业，但是他也很容易的就找到了纽约一些大银行啊、大公司的工作。那相反的呢，如果有一些朋友选择的这个学校呢，虽然就是他可能排名稍微好一点呀，或者是说名气稍微大一点，但是如果他身处的地理位置呢，不属于那种大公司很云集的城市，就是最后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会稍微困难一些啊，也并不是说找不到，但只是说作为我在纽约工作了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地理位置的优势是要高于这个排名的这个高低的，就是如果你学校的排名差个10名20名，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如选择一个在大城市的学校会更好一些。但是相应的呢 MBA 的学校其实是非常非常看重排名的大家知道其实在美国这边所谓的商学院排名吧，只包括本科和 MBA， 它其实商学院的排名是没有什么研究生啊、博士这么一说的，就是在真正 US News 那个排名里，大家如果去看它的标准就会知道，它只分本科或者 MBA， 因为 MBA 是一个最传统的商科的硕士项目吧，因为它本身翻译过来就叫工商管理硕士嘛，所以正统的商科的研究生其实就是应该工作几年以后去读 MBA 啊，这个是一个传统吧，相当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这个排名就非常非常的有参考价值，而且呢，这个还也是和找工作相关啊。就比如这些很大的投行、很大的咨询公司，那我这里说的咨询公司呢，主要是像所谓的统称 MBB 吧，就麦肯锡，然后贝恩和 BCG 波士顿咨询，就这些顶级的咨询公司，还有一些顶级的大投行呢，他们其实是有目标学校的，就是他们每一年招的这个人只从这些学校里面选。那他们这些学校是怎么决定的呢？其实一个就是根据排名，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校友关系。就以前可能这个公司里面招过很多这个学校的人，然后这个学校的人表现都不错，所以他自然的就会跟这个学校之间形成这种连结和这种关系吧。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说你的排名每高1名到2名，其实对于你以后的职业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会觉得说排名稍微高一点的学校呢，它肯定是有这个合理意义在这里的，而且这个排名呢真的很大程度上和这个就业的公司啊、毕业以后的薪水啊是完全相关的。那你反正要花那么多学费，你为什么不去读一个更好的学校呢？然后能够保证你毕业的时候拿到高薪的这个几率更高一点。但是我也肯定理解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的啊，每一个人的选择呢都肯定是有他个人自己的考虑吧，所以我也只是给出我自己的建议，就是说 MBA 这个学位呢总体来讲是非常看重排名的。那第3个主要的区别呢，就是我刚才也其实提到了，就是学费的区别。MBA 的学费是真的很高啊，基本上就是没有奖学金的情况下，你读一个 MBA 项目2年的话，20万美金是差不多的，就是大家不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花销啊，并不是的。因为除了学费啊、学杂费、书本费等等以外呢， MBA 的项目里面有很大的支出都是比如你去参加一些公司的活动，去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比如像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呢，学校会要求你一定要去参加一个就是所谓的 global events， 就是全球化活动。那这种活动呢，一般比如说是老师会带着一组学生，然后去某一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吧，就非美国的这个其他国家，然后去这些地方呢，可能拜访一些当地的企业呀，和当地的一些比较著名的领袖啊，大家一起就是坐下来会谈啊什么的，甚至可能会去那些国外的公司去做一些咨询项目一类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支出肯定是不会低的嘛，就算学校补贴一部分的话，你走这么一趟可能10天20天的旅程，大家也知道肯定是不会花，就是钱肯定是不会花的少的。除了这种学校的项目以外呢，学生之间还会自发组织去一些不同的国家。就像我之前讲的说，因为 MBA 招生的时候他会考虑有一个多样化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每一届的就是好学校的大学校的 MBA 呢，基本都会招来自于20到30个国家的学生。那像我当时那一届呢，它就有那种
不同其他国家的同学呢组织去他们的国家玩。那像其实中国同学也组织了来中国的旅行，然后像巴西同学啊、日本同学啊、像秘鲁啊，就是南美洲的一些同学，他们都会组织。那其实这种活动呢，一个是说你跟你的同学一起去，大家可以加深感情，另外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吧。但你既然想去呢，这个钱肯定就得花嘛，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开销都是在这些上面。所以呢，就是 MBA 的整体开销并不单单是它的学费，而是说它的整体开销呢确实会比较高。读2年呢，有一个20万美金的预算，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那相应的呢，研究生的项目花费呢就没有那么多了。有一些项目呢，它可能比较便宜的，大概也就1-2万美金。然后有一些比较贵的呢，像哥大之类的，就是你这种生活在纽约的项目呢，它学费啊、生活费什么的开支会稍微多一点，但是1年呢，可能5-6万美金也差不多了。就是很少会有开销，就是要高到 MBA 这种学校的这种水平的。所以呢，有很多人选择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呢，他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其实选择是非常的广的。而且研究生呢，你也可以通过做学校的助教啊，或者是在学校打工啊，能够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费吧。这个其实就跟在美国读本科的一些经历是很相似的了。那我今天呢，就想把这个我的一些想法呢分享出来给大家，关于研究生和 MBA 之间的一个不同，还有怎么做选择呢？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判断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觉得我今天讲的好的呢，请给我点个赞。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呢，快点关注我们的频道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